姐，你醒了，您沉睡10年，终于醒了。阿满，如今世间如何？小姐您放心，10年前叶大人用叶家秘术镇压四方妖邪后，妖鬼退散，现在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得很。10年前妖鬼横行，天下大乱，我爹为了镇压妖王，以叶家秘术献祭，将我的身躯化作神器镇守四方妖邪，自己与妖王同归于尽。如今我既已醒来，这太平天下欠叶家的、欠我的，都该一一取回。先去幽州取回我的眼睛，我要亲眼看看用我叶家生机换来的这天下太平。小姐，当年叶家秘术之后，您昏睡数年，这苍蓝山中的灵气是为了守护您的肉身才荒芜破败。既如此，我便还他生机。乔姐的术法竟已如此出神入化，走，去幽州。这太守府怎么像地府一样？10年之期已到，魏峰，该还我叶家东西。这谁敢在太守府前大呼小叫？原来是哪儿来的不知礼数的野丫头！今日是我家公子大喜之日，府内张灯结彩，宾客满堂，可不是你这等晦气之人撒野的地方。瞧你这一身披麻戴孝的黑，是存心来触眉头砸场子的吗？让卫星出来，就说叶灵来取10年前他承诺归还的东西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直呼我家老爷名讳？这幽司的令牌。魏太守，您令郎迎娶公主，这是皇亲国戚，幽州的天那就姓魏了。同喜同喜！太守大人，外面有个姓叶的拿着镇幽司的令牌，说10年之期到了，要你履行承诺。姓叶，叶姑娘，没想到您竟然亲自来了。令尊叶枫大人可是幽州的大英雄啊！他为了守护幽州百姓，与妖王同归于尽，我一直感念他的大恩大德。感念恩情，那就履行承诺，归还我叶家的东西。叶姑娘，今日是犬子大喜，求您通融。皇家公主，龙气必有。小姐，这花轿里的阴气重得吓人，要不要救她？不急，我倒要亲眼看看，这魏松说的到底是龙气还是邪气。三公主驾到，请驸马爷迎公主入府。公主，请下轿。这妖邪竟然能吞噬龙族之气！三公主，这幽州城邪气通天，怕是你身上的龙气也压不住。你确定要入这太守府？叶姑娘，10年前可是你爹亲自镇压了这城中妖邪，哪里来的邪气？今日小儿大喜之日，你是故意羞辱魏家？这野丫头，这是太守府的邪气。公主集之于业，有龙气庇佑，邪祟避之不及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妖言惑月？放肆！区乡野村姑也敢咒本公主？是，来人，给我赏嘴！龙气庇佑，让你家公主伸出手，看看她掌心的生死纹。你还敢动手？来人啊，快把这妖女拿下！放肆！本公主可是大金三公主，你居然敢咒本公主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公主，老奴听说这魏少爷一表人才，才学过人，幽州又是个民风彪悍的地方，这野丫头该不会是来抢亲的吧？对，公主殿下，这野丫头肯定是捣乱的，一定是她觊觎我的才学和样貌，才想抢亲。抢亲？你也配？抢人抢到本公主头上了！来人，给本公主拖出去打死！公主殿下，今日大喜，不宜见血，还是先关起来，日后再……再往前走一步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今日这行我败定了。
一拜天地。慌什么？不过是天象异变，吉时已到，快拜堂！耽误了公主与驸马的婚事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血月降世，阴气横溢，必有血光之灾。今日拜堂，乃是引邪上身，轻则家破人亡，重则祸及幽州全城。哪里来的妖女，竟敢在公主大婚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就是，不过是个野丫头，也敢妄议天下，快把她赶出去！放肆！本公主乃皇族血统，承袭父皇真龙之气，什么妖邪敢在这太守府作乱？不过是个异象，也值得你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扰乱本公主的婚事。就是，你懂个屁！这件红月当头是公主带来的天降祥瑞，预示着魏家与皇家联姻，福泽深厚。你一个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就别在这里乱废，快滚远点，别错过了吉时，耽误了公主和我儿的好事。我头一回看见自己上赶着找死的。血月明明是妖象，还硬说是祥瑞。等会儿死到临头，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！少跟这两个妖女废话！新娘，快拜堂！吉时不等人，出了差错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二拜高堂！天降异象，妖邪聚集，你还敢说这是祥瑞？你懂什么？幽州本就靠近妖地。这些乌鸦是被公主龙气吸引前来沾喜讨彩，需要妖言惑众，快拜堂！你们还要执意拜堂吗？三公主，你身负皇家血脉，一旦被妖邪侵染，不仅自身难保，还会连累整个大晋皇室。你想清楚！妖言惑众，本公主即刻传信父皇，让他下旨抄你的家，砍你的头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这堂，本公主偏要拜，我倒要看看你口中的妖邪究竟能奈我何！公主殿下说的是，只要你纯粹是故意搅局，我们千万别被他唬住。吉时已到，我们快拜堂！这月色倒是应景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公主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魏家上下一个都活不了。都是你这个妖女，是你毁了我们魏家的好事，我要杀了你！是他自己狂妄自大，不听我的警告，执意要往妖邪的火坑里跳，自寻死路，与我何干？就是，我家小姐好心提醒你们，你们却当成驴肝肺，现在出事了，反倒怪起我家小姐来了。真是不知好歹！叶姑娘，你是镇幽司的人，身负斩妖除魔的重任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少来这套！刚才你们怎么对我家小姐？现在知道求饶了？魏松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三公主为何被妖邪盯上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这与我何干？爹，三公主她断气儿了。叶姑娘，叶仙师，求您救救三公主，她是圣上爱女，若出事，魏家及幽州官员皆会被株连，求您看在叶枫大人和百姓份上出手。现在知道求我家小姐了，刚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要打要杀，还说我家小姐是妖女。三公主身负皇家真龙之气，我救她不是为了你们魏家，是为了幽州百姓，为了不让我爹爹10年前的牺牲付诸对流。若她彻底沦为妖邪，整个幽州无人能活。谢谢叶仙师，谢谢叶仙师，您真是大仁大义。公主她怎么样了？不对劲，她体内的妖气已经和血脉融合了。什
什么叫不是人了？妖邪已入其体，他如今已是半妖之身，若不彻底清除体内妖根，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沦为妖邪。届时，即便我也无力回天。早就想打你了，不听警告，自寻死路，现在沦为妖邪，也是活该。打得好，三哥打得太解气了，这种不知好歹的人就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拜堂，我要拜堂，驸马爷，我们拜堂。别找我，我不拜堂了，我不要当驸马了，你别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刚才急着拜堂想当皇亲国戚的魏公子，怎么现在怂成这样了？哼，刚才的嚣张气焰呢？叶大人，求您再救救公主，她若有三长两短，陛下定不会放过我。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魏松，别跟我来这套，赶紧把我的东西还来！我救他醒来，已经仁至义尽。你这妖女，搅得我魏家天翻地覆，死伤无数。我魏家到底欠你什么？我要去陛下那里告你！魏松，你来说，你欠了我什么？你欠了我叶家什么？这幽州城10年的太平，多亏了叶大人，您真要将东西取走，就不能看在百姓的份上网开一面。这就是你说的太平？妖邪作乱，残害百姓。魏松，我看你才是那个欺上瞒下的罪魁祸首，该治罪的是你。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若不是你胡言乱语，我们魏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叶先生，求您恕罪，只要您肯出手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少废话，赶紧把我的东西还来！老爷，你到底欠了这个妖女什么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少在这里装可怜，欠我们小姐一双眼睛，欠我们叶家一条命。10年前的债，今日也该好好算算了。10年前，魏松，别再装模作样，我要的东西，你到底还还是不还？再敢拖延，我便先废了你。到时候，就不是只讨回眼睛这么简单。叶姑娘，不是我拖延，是10年前的那场妖邪之战太混乱了。您的眼睛可能已经被妖邪给夺去了，我实在是不知在何处。原来如此，魏松，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竟敢把我的眼睛藏在那血月之中，借血月之力吸食人间灵气，滋养自身妖气。真当我叶家无人，拿你无可奈何？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叶灵，你真以为你爹是拯救幽州的大英雄？你真以为这10年太平是他用命换来的？可笑！魏松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勾结妖邪，残害百姓，欺骗所有人！勾结妖邪，这点击就是我精心安排的。10年前，是我暗中引妖王入侵幽州，毁掉这所谓的太平盛世，夺取人间灵气，修炼能长生不死的半人半妖之身。而你那个愚蠢天真、自以为是的爹叶枫，他竟然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。为了救这些我巴不得死光的百姓，不惜动用你叶家那点可笑的秘术，献祭自己，拉着妖王同归于尽。哈哈，真是蠢到无可救药。若不是他多管闲事，我早就吸干幽州灵气，彻底练成神功。如今已是统御一方的妖界霸主，何须等到今日被你这黄毛丫头逼出本神？魏松，你找死！
我爹用命守护的一切，你竟敢肆意践踏！我叶家的恩情，你竟敢恩将仇报！今日我必斩你，为我爹报仇，为幽州百姓讨回公道！不可能！我是个没了眼睛的废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力量？私藏我眼，幻化血月，为祸百姓，浸染公主。今日我便先行处置，纵是帝都也无可指辩。叶灵，今日算你厉害，但你别得意，待我神功大成，你回来取你性命，将叶家斩尽杀绝。换幽州风行！该死，竟让这老匹夫给跑了！他跑不掉。小姐，那我们要去哪里追他？这老贼狡猾无比。那就要问他了。主人，叶灵那死丫头太邪门了，不仅识破了您部下的血月阵法，还从我手里夺回了她的双眼，被他坏了好事。未算飞进之兵呢，道正好看。叶灵，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，竟敢坏我大计！10年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主人息怒，那丫头本事真的邪乎，她的血月之眼归位后，术法厉害的吓人，属下实在不是对手。小姐，咱们跟着三公主能找到魏松吗？三公主现在是半妖之身，龙气被魏松吸走了大半。这龙气同源相吸，就像一根无形的线，会牵着咱们找到魏松。魏商也太不是东西，为了自己逃命，连亲儿子的命都不管了，直接把魏子渊推出去挡箭，真是冷血。他的血肉早就被妖魔侵占殆尽，连心都变成了黑的，哪里还算是个人类？魏子璇在他眼里不过是能随时丢弃的棋子罢了。不过小姐，那三公主现在这样跟个活死人似的，咱们找到魏松之后她怎么办啊？她可是金枝玉叶的皇家公主，变成这副模样，要是被帝都那帮人知道了，到时候咱们可就麻烦了。若不是她体内还有一丝龙气护体，抵挡住了大部分妖气侵蚀，早就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现在只能先跟着她找到魏松，再想破解之法。至于帝都，哼，交代10年前帝都做事，我叶家被妖邪围攻，见死不救，他们可曾给过我叶家一个交代？小姐说的对，帝都本就欠叶家的。找到魏商了。小姐，他要杀魏松！魏森该死，让他杀。小丫头，等我杀了他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乖乖把你身上的血月之眼留下，或许本君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
恶灵之身，还敢要我的眼睛？你也配！小姐，我来帮你。对战部。阿门退后，这东西实力太强，你对付不了。先去护住三公主的肉身。镇幽司令，斩妖除魔。今日我叶灵就替天道收了你这恶灵妖小。闻天斩妖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你？不过是条沾了我们东海灵气的小青蛇，也敢妄想飞升真龙！快滚出去！别在这儿跟我们抢夺灵气！你们不许欺负他！万物有灵，凭什么你们龙族就能随便伤人？哼，哪里来的野丫头，也敢管龙族的事？爹是镇幽司叶枫，你们再欺负他，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！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苍面，真好听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来我叶家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。这青黑灵甲是蛟灵，苍魔，是你对不对？10年前百妖大战时，你不是已经形神俱灭了吗？如今怎么会借妖气化蛟？形神俱灭，你也太天真了！叶灵，我青蛇一族，我只要有妖气滋养，就能死灰复燃化蛟。哼，我苍冥岂会目光短浅的当蛟？当年我跟着你回叶家，本以为能攀附镇幽司的势力，摆脱被龙族欺凌的命运，没想到你们叶家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，只把我当成宠物。我只能躲在妖域深处，吸食无尽妖气，才勉成化蛟存活。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！胡说！当年我爹特意为你开辟修炼洞府，教你正统术法，是你自己执意要跟着妖众离去，还反过来对抗我镇幽司。叛徒又怎样？修炼你们的正统术法，那能有妖气来得快？叶灵，你毁了我的血月大计，断了我彻底化蛟成龙的机缘。该死的人是你！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个四体不全的人也配跟我动手？今日我便撕了你，夺回血月之眼，助我彻底化龙飞升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当年小姐见你总被龙族欺负，好心把你带回叶家庇护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与妖族勾结，用小姐的双眼吸取妖气化蛟，简直缺了大德！镇幽锁妖！你借妖气试图化龙，屠戮生灵，早已背离正道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。哼，就算是妖娇又怎样，还不是被小姐打散？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变成一片鳞片了？这不是真正的苍冥，只是他用自身蛟灵施展的幻术分身。他的本体根本没来过幽州，一直藏在别处操控这一切。幻术分身，他居然修炼到这等境界了！
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自然是找到苍明的本体。我要弄清楚当年百妖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能活下来，还借妖气化蛟。既然他能活下来，那我爹会不会也还活着？小姐，你是说叶大人可能还没死？苍明能在百妖大战后活下来，还借妖气化蛟布局10年，说明当年的大战根本不是表面那样简单，这里面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。至于魏松，不过是苍明挑中的棋子罢了。他贪恋权势，被苍明用长生和富贵蛊惑，甘愿做爪牙，借着太守之位掩盖血月阵的真相，替苍明吸食幽州的人间灵气，滋养其本体修炼。原来如此，那小姐，我们要不要向帝都上报此事？可陛下要是追问三公主的具体情况，我该怎么说？您看她现在这模样，半人半妖的，要是送回皇城，别说陛下饶不了咱们，整个皇室都得炸开锅。到时候咱们不仅没功劳，还得背上残害公主的罪名。告诉帝都，三公主在幽州遭遇妖邪作乱，妖气侵入肌理，需留在我身边，用镇幽司秘术调养数月，方能彻底根除隐患。帝都那群人只在乎皇家颜面和公主的清白，至于真相如何，他们未必愿意深究。他现在就是个随时会失控的妖物，留着他就是个累赘。万一在路上他又暴走伤人，咱们岂不是自找麻烦？留着他自然有大用处。用处？他都成这副样子了，既不能帮忙斩妖，还得咱们分心看着，能有什么大用处？带着他自然有大用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小姐，既然确定苍明本体在东海，那咱们现在就动身吗？可带着三公主这累赘，路上会不会耽误事啊？真龙一族世代居于东海深处，苍苗当年不过是条偷袭东海灵气化形的小青蛇，根基全在东海。他就算借妖气化蛟，也不敢远离东海的灵气之源，否则妖源会快速溃散。您的意思是，苍魔的真身还在东海？那咱们直接去东海找他，就能弄清楚当年百妖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年百妖大战，东海妖族躁动，翻涌的海水差点吞天灭日，无数妖邪顺着海浪登上陆地作乱。我爹为了压制东海妖气，迫不得已取了我的灵血，融入东海的海水之中。我的灵血与海水消融后，不仅能镇住妖气，还能滋养东海灵气。苍苗能活下来，恐怕也是沾了我灵血的光。我们此行，一是找苍苗本体，二是取回我的灵血，重新稳固东海结界。哇，小姐，这东海小镇也太神奇了吧！明明靠海，却一点都不荒凉，还这么热闹。东海是人类与妖族的分界，千百年前便定下盟约，互不侵犯，共同生活。这里的人类靠海吃海，妖族靠灵气修行，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法则，自然比别处祥和。原来妖族也不全是坏的，你看那个棒精长得还挺和善，还有那个发光的灯笼，真有意思。我的！啊！住手！你这疯女人，竟敢抢我的镇摊之宝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疯子！这金珠是我修炼300年才凝结出来的，含着我一身灵气，你竟敢明抢！快还给我！三公主，你清醒点，快把珠子还回去！你是公主，不是强盗！把金珠还给老娘，那可是老娘300年心血凝结的灵珠，你这半妖怪物也配碰它！我的谁也别抢！朱娘姐别怕，这疯女人敢在东海抢东西，咱们一起收拾她。对，让她知道咱们东海妖族不是好惹的。这人类可真不要脸！呸！强盗！今日老娘废了你这抢东西的爪子！我的，不准抢！这真幽司的令牌，
这金珠多少银钱？我买了。不要了，就当老娘不，就当小妖我送给大人的礼物。说，金珠多少银钱？300两，给钱我就走。小姐，300两也太黑了吧！是三公主抢东西，咱们凭什么当这个冤大头？拿银票。你慌什么？为何急着走？没慌啊。天黑了，我娘喊我早点回家吃饭，再不回去要挨骂了。我娘也喊我了，先走一步。等等我，我也回家吃饭，我也回家吃饭。小姐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咱们镇幽司不是执掌人妖平衡的吗？这些妖族怎么看到咱们跟见了鬼一样，跑这么……该不会是因为他吧？刚才抢东西跟强盗似的，把这些妖族都吓破胆跑了。未必，镇幽司执掌人间妖邪，虽与人妖两下定下盟约，但东海妖族久居海底，向来谨慎。这里虽是人间地界，他们终究带着妖性，见了镇幽司的令牌，难免心生忌惮。可咱们镇幽司又不是吃人的妖魔鬼怪，我看啊，就是这三公主闹的。还有啊，小姐，那金珠300两呢，你就这么给她了？这皇族的人也太金贵了吧！这金珠集结了海底300年精纯灵气，刚好能压制她体内的妖邪之气，稳定她的神智。区300两，划算。可现在这些人都跑光了，咱们连个问路的都没有，怎么找苍魔啊？总不能在这东海瞎转悠吧？不急，苍冥的分身被我打散，他定然知晓我已来东海。他若想完成化龙大业，必然会主动来找我。先找个客栈休息一晚，养精蓄锐，等着他自投罗网便是。真是服了，这麻烦精现在还粘上你了。行吧行吧，找客栈就找客栈，我可先说好了，晚上我不跟他一间房。阿蛮，带他去隔壁房间休息，看好他，别让他乱跑。哇，小姐，这金珠还真管用啊！只是暂时压制住了妖气，稳定了他的神智。他体内的妖根未除，还需后续慢慢调理。你看好他，我在房里调息片刻。灵儿，爹需要你的一点灵血，去镇压东海的妖邪，保护人间百姓。你愿意帮爹吗？爹，我愿意，只要能帮到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灵儿真勇敢，有了你的灵血，东海妖邪数年内不敢再作乱了。爹，我以后还要帮你斩妖除魔。
小姐，现在天色这么暗，海水又这么凶，你是要取回灵血吗？要不要等天气好点再动手？不对，怎么了，小姐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东海之中，我感受不到一点我的灵血之气。什么？感受不到灵血之气？这怎么可能？当年叶大人明明把你的灵血融入这海底了，灵血怎么会消失？要么是这东海出了问题，要么有人提前取走了我的灵血。难道有人偷了小姐的灵血？这也太大胆了！小姐，你虽然是叶大人收养的，但全镇幽司谁不知道你是天生的半仙骨血？别说人间的宵小之辈，就算是妖族的大人物，也没人敢轻易动你的东西。难道就不怕天道反噬？寻常时候自然没人敢觊觎，可我的灵血当年与东海灵气彻底融合，早已不是纯粹的半仙灵血，它既含仙泽，又裹海灵，性质变得温和，那些妖邪才敢铤而走险。若是当年纯粹的半仙灵血，别说取走，只要他们敢触碰，立刻就会被仙泽灼烧，玄神俱灭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，小姐？那可是你的灵血，那些妖邪也配碰，简直是玷污了你的血。慌也无用，灵血不会凭空消失，既然有人敢取走，必然会留下痕迹。我们先回小镇，找机会打听一下关于东海最近的异动。回小镇打听？可昨天那些妖族看到咱们就跟见了鬼似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他们连跟咱们多说一句话都不肯，怎么可能告诉咱们关于东海的事啊？站住！这些银票够买你10个金珠了。这些银票换你几句实话，我想与你打听一些关于东海的事儿。大人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小棒精，每天就知道摆摊卖珍珠，能知道什么大事啊？我没问你大事，只问你，东海近年来可有什么怪事发生？比如海水异常、妖族莫名失踪之类的。没有，哪有什么怪事？东海一直安安稳稳的，我们妖族和人类和平共处，从来没出过异常。对，大人您别听旁人瞎传，我们天天在海边讨生活，要是有怪事儿，我们第一个知道，真没有。既然你们在这里不肯说，那不如跟我回镇幽司聊聊。镇幽司倒是适合撬开不肯说实话的嘴。别，大人饶命！我说还不行吗？朱娘姐，你可别乱说话啊！那事儿要是说出去，不说也不行啊。镇幽司咱们进去了，还能活着出来吗？大人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而且说出来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杀身之祸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清蒸吃了？大人，我说还不行吗？这几年东海确实不太平，好多修为低微的小妖走着就离奇失踪了，连尸骨都找不到。还有咱们东海龙族的太子，前2年突然性情大变，以前温和得很，现在动辄就打骂下属，听说得了一种怪病，寻遍了天下名医也治不好。对，族里老被人私下议论，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东海的海水不纯了，灵气紊乱，才惹出这么多怪事。当年若不是小姐献出血液，镇压住滔天妖气，你们这些妖族早就被灭族了。我们小姐舍己为人，你们不但不感恩，还敢说海水不纯，简直忘恩负义！别，姑娘息怒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族里老人传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只知道海水里的灵气确实变得又杂又燥，好多妖族修炼都受了影响。所有妖族都得在日落之前赶回海底巢穴，绝对不能在人间地界逗留，否则就会凭空消失。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么谨慎的。海水不纯，小妖失踪，龙族太子性情大变，看来这东海底下藏着不少猫腻，倒是要好好去探一探了。你是要入海？可咱们是人类，入海之后怎么呼吸啊？总不能憋着气去吧？你可有碧海灵珠？没有。
大人，碧海灵珠是东海禁物，怎么可能私自售卖？禁物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碧海灵珠是能让人类或者非海生妖族在海底自由呼吸、不受伤害的物件。我们海妖天生体内就有一颗，是与生俱来的本命灵珠，维系着我们在海底的修行和生存。若是有售卖的碧海灵珠，那都是有人硬生生从活活的海妖身上挖出来的，这是残害同族的大罪，一旦被龙王发现，可是要被碎尸万段、魂飞魄散的。大人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，我们真的弄不到啊！少废话，拿着这些银票，今晚日落之前，我要看到2颗碧海灵珠。若是办不到，我就把你的蚌壳敲碎，把你打成珍珠粉，拿来敷脸。到时候，你就算想被龙王碎尸万段都没机会。朱娘姐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，咱们不能干。可要是不办，咱们现在就活不成了。这镇幽司的大人不好惹，他身边的丫头更狠啊。朱娘姐，要不咱们去黑市碰碰运气？你疯了！黑市那种地方能去吗？不要命了！黑市什么地方？快说！族里一直有传言，那些失踪的小妖根本不是凭空消失，是被人盯上了。有人专门猎杀低阶海妖，挖走他们的本命碧海灵珠，拿到黑市上卖钱。黑市是什么东西？你们东海还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地方？姑娘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东海小镇白天看着人妖和谐，可一到夜里就藏着另一番天地。那黑市藏在镇东的礁石群后面，被妖族结界罩着，专门售卖人间和妖族都禁止交易的东西。人族想入海寻宝，又没有碧海灵珠，就去黑市买。有些妖族想走捷径修炼，就卖禁术、妖蛊，甚至猎杀同族的本命灵珠。一来二去，这黑市这些年规模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邪乎。哦，那黑市都售卖些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有，从海底的千年珊瑚、深海夜明珠，到妖族的内丹禁术卷轴，甚至还有刚出生小妖的本命灵珠，据说威力更纯。而且黑市只在每月初7、17、27开市，今日刚好是初7。要是大人想知道，倒是能去一探究竟。不过什么？不过黑市凶险得很，里面有专门的守护者，都是些修炼了上千年的凶妖，下手狠辣，不管是人还是妖，只要坏了黑市规矩，当场就会被撕碎，连魂飞魄散的机会都没有。而且进去的人都得按黑市的规矩来，不能暴露身份，不能强买强卖，更不能打听卖家的来路，一旦违反，就会被所有黑市妖邪追杀，在东海寸步难行。怕什么？咱们有小姐在，那些凶妖算什么？别说一个黑市，就算是东海龙宫，咱们也能闯一闯。大人，您真要去？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站住！黑市禁地，若无通行证，休要靠近。好多爪子，好吃，烤着吃。嘿嘿。哪里来的傻子，疼死老子了！你这是什么法器？居然比我这爪子更厉害！卖不卖？多少银钱？少打听，再问就把你8只爪子都拔下来烤着吃。哟，长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好凶哦，当心嫁不出去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些够不够？够够够！2位贵客加一个傻子，里面请。小的这就为您打开结界。黑珊瑚用万千小妖的妖气滋养而成，对邪术修炼大，在人间可是少见的宝贝。难怪朱娘不敢透露这里的消息。这些妖物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在人间公然售卖这些禁物。小姐，这本就是我们镇幽司的监察范围，
不如直接查抄了这里。不可，这黑市能在东海存在这么久，自有它的法则。我们此行目的是碧海灵珠和灵血的线索，没必要打草惊蛇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小姐，你看，朱娘卖的那些珍珠跟这里的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这里的珍珠又大又特别，就是太邪气了，看得人心里发毛。先找碧海灵珠，其他东西不必理会。记住，别暴露身份。我们要2颗碧海灵珠，有吗？姑娘倒是识货，这黑市上也就我们夫妻俩有这宝贝。2位是要入海吧？没有我们的碧海灵珠，就算是修士，入海也得被水压碾碎，被海水呛死。少废话，多少钱1颗？黄金100两1颗，2颗200两，不二价。你们抢钱啊！数百年的金珠才300两银子，你们1颗破珠子就要100两黄金，当我们是冤大头吗？姑娘，这话就不对了。金珠哪能跟碧海灵珠比？这可是能让人类在海底自由活动的宝贝，是拿海妖的性命换的。就是，最近风头紧，龙王查得严，百件难求1颗。我们也是冒着被砍头的风险才弄到的，贵有贵的道理。给银票。算你们狠！要是敢卖假货，我拆了你们的蛇皮做背包。哼哼，这就是碧海灵珠，戴在身上，入海后自会风效。这2个骗子敢骗到我们镇幽司头上，简直不想活了！小姐，我现在就回黑市，把他们抓出来碎尸万段，扒了蛇皮给你做包。不必了，这2妖心思真密，得手后立刻就逃了，现在早已离开了黑市。气死我了！200两黄金就买了2块破石子，这些妖族也太嚣张了！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没有碧海灵珠，根本入不了海啊！他们跑不了，随我来。都怪刚才那几个客人磨磨蹭蹭，耽搁了这么久。再晚一步，潮汐退了就归不了海了。快点走！哎，朱娘你慢点，我快跟不上了。这归海的时辰耽误不得，要是被怪罪下来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着急忙慌的，这是要赶潮汐归海呀。可惜喽，今日这东海你们回不去了。海蛇妖，你们拦着我们的去路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取你们的狗命啊！你们身上的碧海灵珠，还有修炼了几百年的修为，正好给我们夫妻补补身子，助我们突破瓶颈。原来就是你们这对恶妖，专门猎杀同族，夺取灵珠和修为，赶尽杀绝。弱肉强食，这世上本就如此。你们的灵珠在身，就是怨罪。真当我们怕你们不成？
就这点能耐，还敢在我们面前班门弄斧？哪里来的毛丫头，也敢坏老子的好事？两个不知死活的人类，是来陪着这对虾兵蟹兵一起送死的吗？送死！我看是你们这对妖物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，敢猎杀同族，残害生灵，今日姑奶奶就替天行道，收了你们！区区人类，也敢在妖族面前说大话？咦，这丫头倒是有点蛮力。不对劲儿，这人类的身手怎么会这么好？普通修士根本挡不住我们的攻击。站起来接着打呀！刚才不是挺能吹牛的吗？现在怎么跟条丧家之犬一样瘫在地上？臭丫头，别得意忘形！我们夫妻修炼1000年，岂会栽在你一个人类手里？今日就算同归于尽，也要拉你们垫背！这是……这两个鬼东西体内的修为，竟然全是靠夺取同族灵珠和修为炼化而来。狗东西，狗东西！好家伙，这俩妖物也太邪门了吧！居然还能引来天雷，差点把我也烧上。他们啥时候有这通天本事了？不是他们有本事，这天雷本就是天道，早该劈在他们身上的天罚。天罚？那为啥早不劈晚不劈，偏偏在这时候才来？难道天道还挑时辰不成？这对海蛇妖是雌雄同体、双魂共生的硬类，又靠吞噬同族修炼，身上沾染的同族怨气堆积如山。天道早就在他们身上记了天罚雷劫，只是他们之前躲过了天劫。天劫还能躲下去吗？怎么做到的？他们临死前的疯癫是在催动妖族逆雷咒，这邪术以他们的双生魂魄为心，燃尽体内掠夺来的所有驳杂修为，再用积攒的万千同族怨气做媒介，强行撕裂了天道雷罚的屏障，把本该日后清算他们的天罚雷丝提前拽了下来。他们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才孤注一掷，催动禁术强行勾动天罚。若是他们没受伤，邪术根基稳固，这天罚还被瞒在云层之后，不知要到何时才会落下。他们今日追杀你们，也是为了夺取你们的灵珠，补充邪术的灵力。这俩杀千刀的骗子，正好扒了他们身上的碧海灵珠入海，也算是没白吃亏。小姐，咱们这就入海吧。二位姑娘，快催动碧海灵珠，潮汐马上就要退到底了，再晚会把通道堵死。二位姑娘，你们2颗碧龙珠怎么带着这个傻丫头入海？无需担心，我会用灵符封住她的气息，可随我一同入海。跟着我的脚印走，别偏离方向。深海能碾碎金石，灵珠护罩一旦破了，就算是修士也撑不住。
爷，这东海底下也太繁华了吧，比咱人间的市集还热闹。房子居然是用珊瑚做的，屋顶还嵌着夜明珠，也太气派了。东海以前向来安宁，日子过得也算舒心，只是除了这些怪时候，龙宫规矩严，入夜后就不让随意走动了。咱们得快点走。站住！入夜后深海进行，你这棒妖好大的胆子！这几位是我的远房亲戚，特意从外海来探望我，我正带他们回我家呢，没想着冲撞了您的巡查。远房亲戚，我看是人类吧？猪娘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勾结人族潜入东海！还有你身后那个不人不妖的东西，浑身透着股邪气，你们该不会就是最近残害海底妖族的邪祟吧？你这螃蟹胡说八道什么？谁是邪祟了？我们是……您真的误会了，他们真的是我的同类，只是常年在外海修炼，模样和气息看着有些特别，绝不是人类，更不是什么邪祟，您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啊！猪娘姐姐，你怎么就舍得把这么好的珍珠给他？那螃蟹精分明就是故意找茬，就是想讹你的珠子，太气人了。他是龙宫的侍卫队长，若是让他发现你们人类的身份，不仅你们要遭殃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几颗珍珠而已，能平安过关就好，总比被抓去龙宫审问强。阿满，给猪娘补偿。猪娘姐姐，这珍珠钱我们给你补上。那螃蟹精贪财，你的珠子可不能白给。这些银票你拿着，够买好多珍珠了。二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？快收回去！我们借你的身份掩护，本就该有所补偿。这些元宝你拿着，莫要推辞了。二位姑娘真是好心人，这份恩情我记在心里了。现在正是侍卫队巡查最严的时候，每隔半个时辰就会有一队经过，咱们不能在这里久留。几位还是先到我家暂避一下，等过了巳时，巡查松了，我再带你们去办正事。我家就在前面的珊瑚礁洞里，位置比较隐蔽，不会被侍卫队发现。只是我家简陋，姑娘莫要嫌弃。猪娘姐姐，你之前还说你家简陋，这要是算简陋，那人间的富贵人家都得算破墨屋了吧？我们这东海底别的不多，就是珍珠珊瑚随处可见，这些都是平日里随手捡来布置的，比起龙宫的奢华还差得远呢。海底没什么好招待的，都是些家常吃食，三位尝尝鲜。这位姑娘身上隐约透着一丝微弱的龙气，纯净又温润。猪娘好眼力，这位是人间的三公主，确实是龙族后裔。猪娘，之前你提到东海龙族太子的事，还没细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说起太子殿下，真是让人痛心。龙王和王后共育有2子2女，太子是长子，早年性情温和，待我们这些海底妖族也十分宽厚，大家都很敬重他。可就在3年前的一次大潮汛之后，性情突然大变，变得凶狠残暴，喜怒无常。龙王和王后心疼儿子，又实在不忍严惩，派重兵看守，不许他出来。我们这些妖族私下里都在猜测，会不会是太子殿下把他们给残杀了？不过今日才发现，竟然是那双头海妖在3害同族。难道双头海妖是太子的手下？既然如此，明日我们便去会会这位龙族太子，一探究竟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叶灵姑娘，太子殿下如今性情残暴，修为又深不可测，你们若是贸然前去，万一被他伤着可就糟了。况且龙王早就下了死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许靠近太子的寝宫，违者重罚，就连王后想去探望都要事先通报，得到允许才能进去。猪娘放心，我自有办法进去。区区一个被囚禁的太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太子的怪病都3年了，寻遍了4海8荒的名医都束手无策，现在贴告示又有啥用？龙王许诺的赏赐是不少，可命更重要。听说太子现在见谁都想杀，谁敢去触这个眉头？之前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妖医去试了，结果没一个活着出来的。这告示就是个陷阱。你们什么东西？敢在龙宫门口撕告示，简直胆大包天！看我不把你们大卸8块，扔去喂电鳗！又是你这横行霸道的臭螃蟹，也配说这话？
姑奶奶今天先把你清蒸了下酒，让你知道厉害。好啊！我说看着你们咋这么眼熟，原来是昨天鬼鬼祟祟的。你们根本不是猪娘的亲戚，是人族，竟敢潜入东海捣乱！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哎呦！我看谁敢！是你！哎呦，我的龟爷爷，您快别愣着了！他们就是潜入东海的人族，还撕了龙宫的告示，打伤我们的人，就是来捣乱的呀！您快下令把他们抓起来，交给龙王发落。10年了，真是没想到，一晃10年就过去了。10年前，我曾与龟丞相有过一面之缘。今日我来，并非寻衅，而是为了救太子而来。龟爷爷，您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您可别被这丫头骗了。她一个人类小姑娘，能是镇幽司的人？镇幽司掌管人间妖枭生死，那是何等威严的地界衙门！就凭他们2个黄毛丫头，也配自称镇幽司的人？谁信呢？你敢打我！睁大你的螃蟹眼看看，这是镇幽司的正宗腰牌。我们家小姐乃是镇幽司主事，你竟敢当众质疑，真是活腻了。没错，她就是镇幽司的人。10年前，镇幽司主事叶枫的女儿曾经来东海镇压妖邪作乱，出手救过我一命，恩人之女，我自然认得。你们人间的镇幽司关我们东海什么事儿？凭什么要来插手我们东海的事儿？还敢打伤我的人，撕了龙宫的告示！今日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他们扣下，交给龙王处置。再说一次，我能救太子。太子殿下的怪病，连四海药王都束手无策。你们2个黄毛丫头能有什么本事？别到时候救不了太子，反倒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休得胡言！叶灵姑娘，她既然敢说能救太子，就一定有办法。你这孽障，再敢阻拦，休怪老夫不客气。哼！怎么？难道要老夫现在就去禀告龙王，说你阻拦能救太子的贵人，耽误了殿下的病情？让就让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治好太子。要是治不好，看龙王怎么收拾他们。螃蟹精，好好在这儿等着，等我们治好太子，有你好看的。这龙宫也太值钱了吧！随便一根柱子上的宝石，都够咱们镇幽星好几年的俸禄了。东海海底藏珍无数，龙宫的这些陈设不过是些寻常物件罢了。2位姑娘稍等片刻，老夫这就去请龙王前来。小姐，咱们此行是来找苍苗，干嘛要费这么大心思救这个残暴的太子啊？我说过，苍苗会自己来找我的。龙王驾到！你就是龟丞丞相说的能救太子的镇幽司的叶灵。陛下，你没听龟丞相细说吗？这可是叶枫主事的女儿，镇幽司正统传人。当年叶枫大人救过东海多少水族，他的女儿怎会有假？好，
都听王后的。只是太子的病，四海药王都束手无策。她一个小姑娘，陛下，如今太子病情日渐加重，但凡有一丝希望，咱们都不能放过啊！叶姑娘，你一定要救救太子。王后不必多礼，我既来此，便有把握。王后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王后娘娘，奴婢只是给太子殿下送些水晶膏，殿下说奴婢手脚笨拙，耽误了他休息，就动手打了奴婢。竟然是你笨手笨脚惹恼了太子！太子身染怪病，本就心绪不宁，你竟敢冲撞于他！陛下，与翠儿无关，这都是太子的怪病闹的。近来他性情越发暴虐，连身边伺候的人都动辄打骂。叶姑娘，你看这孩子多可怜，太子再这样下去，怕是……王后放心，我会尽力。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滚出去！都给本太子滚出去！你这太子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救你的，你还动手伤人！滚出去！谁让你这贱人进来的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再动一下，我废了你！陛下，让叶姑娘振臂要紧。太子这病确实有些棘手，叶姑娘，求求你想想办法。太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哀家也活不成了。办法我有，不过叶姑娘尽管开口，不管是金银珠宝、海底奇珍，还是龙宫的兵权宝物，只要我们东海有的，你要什么都给。就算没有，哀家也让人寻遍四海八荒，拼了性命也给你找来。无需如此复杂，只需一味药即可。一味药？你糊弄谁呢？之前来的那些名医，张口就要千年雪莲、深海玄珠，全是天下难寻的宝贝。你一个小姑娘说只要一味药，怕不是想哄骗我们龙宫？一群庸医懂什么？太子这根本不是病，是被抽了颅骨。什么？抽了龙骨？谁敢这么大胆，敢动我东海龙族的太子？岂有此理！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啊！给朕彻查！就算翻遍四海，也要把这狗贼碎尸万段！陛下息怒，能神不知鬼不觉抽走太子龙骨，绝非普通妖族，恐怕是有内鬼勾结外敌，或是上古邪祟作祟啊！龙骨，我的龙骨。现在不是追查凶手的时候，太子的龙骨缺失已有3月，灵脉日渐衰落，若再不补全，不出半月，他便会魂飞魄散。叶姑娘，只要能救太子，本宫愿意折寿30年。你说的那味药到底是什么？只要龙宫有，本王立刻给你取来。那妖邪夺走太子龙骨，绝非单纯害人，而是要用龙族本源修炼邪术。龙骨需与宿主灵脉相连，才能发挥最大效用。他如今定然还在依赖太子的灵脉根源滋养龙骨。荒谬！我龙宫戒备森严，虾兵蟹将日夜巡逻，
还有上古禁制保护，谁敢在此地动手脚？若是早有预谋，甚至勾结了龙宫之人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靠近太子，并非难事。叶姑娘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只要能救太子，哀家都听你的安排。你说该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很简单，只需准备一味强效昏睡药，让太子陷入假死状态。叶姑娘三思，假死之术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，太子便会真的回天乏术啊！放心，我会用叶家秘术护住他的心脉。妖邪见太子身死，必会以为龙骨根源已断，必然会再次潜入龙宫，想夺走我用龙元草炼制的新龙骨。到时候咱们瓮中捉鳖，便能夺回真正的龙骨。不行，你这计划太过冒险。你独自一人留在寝宫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对太子做什么手脚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疑神疑鬼？叶姑娘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难道会害太子不成？快走，别在这儿耽误叶姑娘施法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叶姑娘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小姐，你说咱们这是图啥呀？那老龙王刚才还对咱们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要不是王后拦着，指不定还想跟你动手呢。咱们这么帮他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我可不是为了帮龙王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你只需要等着就知道了。小姐，这阵法真能困住那妖邪吗？我看他能悄无声息抽走龙骨，肯定有点本事。此乃镇幽司困邪阵，专门克制修炼邪术之辈。他只要踏入半步，便插翅难飞。锦蛇，他快来了。还指望借你的龙骨修炼到化神期，现在倒好，白白浪费我3个月修为，还要我重新去寻新的龙骨。不好，有埋伏！苍苗又见面了。又是你，叶灵，你是不是天生就跟我过不去？用禁术抽取龙族五骨，强行逆天改命，这就是你在10年前妖邪大战中活下来的秘密。为了苟活，竟不惜残害无辜龙族。不然呢？难道要我像那些蠢货一样，在大战中魂飞魄散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镇幽司高高在上，就能决定谁生谁死？我妖族就该被你们屠戮殆尽吗？正邪不两立，当年你们妖族残害生灵，挑起战乱，本就该被镇压。你用邪术苟活，如今还变本加厉，抽取太子龙骨修炼，更是违背天道。哼，叶灵，你太天真了，这世上违背天道的可不止我一个。你什么意思？少说废话！今日既然落入你的陷阱，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我撕了你！小姐小心，这魔头的邪术比10年前更强了。
他这点本事还不够看。叶灵，去死吧！叶灵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竟愿意把自己的灵血融入这东海，不如就把这灵血送给我。原来你盯上东海，除了太子的龙骨，还想要我的灵血。被你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斩尽杀绝。苍明，你的命是我救的，如今非要与我为敌。救我？不过是想把我驯成你们镇幽司的一条狗罢了。你和你爹一样。你不配提起我爹。叶灵，你真以为你爹叶枫是那个平定天下妖邪的大英雄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他才是那个最可怕的存在。当年妖邪大战，可是他亲手。苍明，把话说完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小姐，不好，他死了。真的死了，气息和心跳都没了，怎么突然就暴毙了？他刚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小姐，难道老爷他真的没死？不可能，当年我爹平定四海妖枭，明明是与妖王同归于尽，他为什么说我爹才是最可怕的存在？这魔头肯定是临死前故意挑拨离间。老爷是3界敬仰的大英雄，怎么可能是他说的那样？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夺我儿子谷谷的妖邪来了吗？我的儿，你怎么样了？龙王王后放心，妖邪已被斩杀，龙太子并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来。这就是我儿的龙骨，果然是这妖邪偷走了，难怪病情日渐加重，原来是被抽走了本源。龙骨已归位，再服以龙元草调养3日，太子便能彻底痊愈，性情也会恢复如初。多谢叶姑娘救了我儿，大恩大德，我东海永世不忘。叶姑娘，这妖邪能悄无声息抽走太子龙骨，定然有龙宫内应，万一还有余党潜伏，再来伤害太子怎么办？龙王放心，这苍眠的内应，应该就是你们海底妖族的双头海蛇妖夫妇，是他们2个混账玩意儿。这对夫妇为了修炼邪术，早就开始斩杀同族汲取灵力，之前还想阻拦我们进龙宫，被我们小姐当场斩杀了。叶姑娘，你不仅救了太子，还为东海清理了祸害，真是我们的大恩人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东海一定双手奉上。王后不必客气，我此行本就为追查妖邪而来，若真是要感谢，可否赠予我一物？叶姑娘，你是我东海的大功臣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哪怕是定海神针，我也让龙王去找孙大圣给你要来，但说无妨。我所求之物是一丝龙族的纯净龙气，
用来净化一个人的三魂六魄。我龙族龙气乃本源之力，霸道异常。若是给寻常人用，怕是承受不住这股力量，反而会被龙气反噬，爆体而亡啊！龙王放心，她并非寻常人，是人间帝王的三公主，生来便有皇室龙气护体，只是被妖邪侵染，三魂六魄也遭了损伤，如今形同痴傻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用我们龙族的纯净龙气净化，便是最合适不过了。皇室龙气与我族龙气同根同源，定能相辅相成，不会伤及他性命。多谢王后理解。阿蛮，你去把三公主带过来。好嘞，小姐稍等。这就是人间的三公主，瞧着真是可怜，好好的姑娘竟成了这般模样。可不是嘛，被那妖邪缠上后，就一直痴痴呆呆的，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了。多亏小姐一直用灵光护着她的性命。龙王，劳烦你了，只需一缕纯净龙气，注入即可。看好了，龙族秘术龙气净魂。成了，他体内的妖邪之气已被彻底净化，三魂六魄也归位了。叶姑娘，多谢你救了我，若不是你，我恐怕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如今你三魂六魄已净，妖邪之气也已清除，可以回帝都了。我不回去，不回去，那你要干什么？我才不要回帝都那破地方，父皇天天就想着给我养魂，那些王公贵族都像魏子轩一样，一个个胆小如鼠，见了妖邪就抱头鼠窜，哪有半分男子气概？我就要跟着你，你既能除妖邪，又能护着我。跟着你，比回帝都受那些无趣的规矩，等着被赐婚强100倍。不行，三公主你别胡闹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北境极寒之地啊，那里常年冰封，风雪刺骨。你这金枝玉叶、细皮嫩肉的，跟着我们只会添麻烦。我不管，你们镇幽司就是掌管人间妖邪作乱的。现在我身上的妖邪之气还没彻底清干净，你们就得带着我。阿蛮说的没错，北境极寒之地，一路风雪交加，环境恶劣至极。你一个凡人，如何受得了那一路的风霜苦楚？我受得了，我从小在宫里就跟着侍卫练过武功，也吃过苦，这点风雪算什么？叶姑娘，你就带我一起吧，我保证不拖后腿。罢了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便带上你吧。但一路上必须听我和阿蛮的安排，不得擅自行动。若是出了任何事，我概不负责。谢谢叶姑娘，我一定听话，绝对不添乱。灵血归位，万脉同源。去北域取回我的碎骨。小姐，咱们到了，极寒北境就在眼前，
该下船了。这就是用我的碎骨守护的极寒之地。小姐，北境这地方冷得邪乎，风跟刀子似的刮人。你穿的太少了，咱们先去岸边的集市买些厚实的兽皮御寒，不然没等找到线索，先冻僵了可不行。阿蛮姐姐，我也要，我这衣服根本不顶用，冻得我骨头都疼了，得买件最厚的兽皮大衣。就不该带你这个麻烦精。当初说了北境虎寒，你偏要跟来，现在知道冷了。叶灵姐姐，你看阿蛮姐姐好凶呀，还欺负我，我要最暖和的兽皮。好了，都买，不仅买兽皮大衣，再买些暖炉和抗寒的草药，路上用得上。这3个姑娘是从哪儿来的？倒像是南方来的贵人，可别是来送死的。这3个姑娘是从哪儿来的？穿这么少，不怕冻坏吗？瞧着不像咱们北境人，倒像是南方来的贵人，怎么跑到这骨寒之地来了？最近北境不太平，听说冰川深处有妖邪作祟，可别是来送死的。看什么看？我们只是来买些御寒的东西，再乱看，小心我不客气。小姐，我跑遍了集市打听，这北境也是邪门的很。阿蛮姐姐，怎么个邪门法？是不是有妖邪作乱？邪门就邪在这天气，每天日落之后准会下暴雪，那风跟鬼哭似的，刮得人站都站不住，温度低到能冻裂骨头。这几年冻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村口那片冰原上密密麻麻全是冻僵的尸体，有的都冻成冰雕了，根本没人敢去收。更邪门的是，这暴雪像是被人操控着似的，每次都是准时来准时停，而且只要有人敢抱怨这天气，或者说些不敬的话，当晚准没好下场。不是被暴雪埋在屋里，就是第二天出现在冰原上，冻得硬邦邦的。竟有这般诡异之事，难道这北境有什么特殊的存在，能掌控天象？可不是吗？这里的人都供奉着一个所谓的圣女，说她掌管着北境的生杀大权，是北境的守护神。听说这圣女活了上百年，一直住在冰川深处的圣殿里，这暴雪就是她弄出来的，说是用来惩罚不敬她的人。姑娘，可不敢乱讲啊！这话要是被人听见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圣女娘娘在北境威望极高，她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。别说骂她是妖女，就算私下抱怨句暴选，都可能招来横祸。前阵子城西有个猎户喝醉，说天气啥时候是头，当晚就被暴雪卷走了。第二天找到时，整个人冻成了冰坨，眼睛还圆睁着，死状极惨。这圣女也太霸道了吧！就算她能操控暴雪，也该护着百姓才对，怎么能随便杀人？我们北境人也没办法呀。每年入冬，各村都要送祭品，稍有怠慢，暴雪就会提前降临，我们只能静着怕着。老板，你见过这位圣女吗？她为何不驱散暴雪，反而任由百姓受苦？姑娘们尽早离开吧，今晚暴雪更凶，夜里万万别出门。小姐，若是想寻回你的碎骨，怕是没那么容易了。哪有何方？什么圣女妖女，会一会便是。三公主睡得沉，你随我出去看看，瞧瞧这北境的夜到底邪在哪儿。小姐，这血水是紫黑色的。看来这北境的邪门远不止暴雪那么简单。
寻常风血怎会是黑色，还带着这般浓重的妖气？小姐，这黑血怕是有人修炼邪术，污染了天地灵气，才让血水变黑的。往前探探，看看这暴雪的源头究竟在何处。就是这里。小姐，是邪祟藏在里面，这黑血和暴雪都是他搞出来的。我身上的碎骨就在这冰川之下。什么？竟然是小姐的碎骨在此？难道这连绵百里的冰川都是您的碎骨幻化而成的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大胆！谁允许你们闯入我灵山圣地？这等宫寒绝境也敢擅自踏足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！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霸占我家小姐的碎骨冰川？碎骨冰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此处乃是我修炼的灵山宝地，汲取天地极寒灵气，何来什么碎骨？我看你们是为了觊觎圣地，编造出这般荒唐说辞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今日便把你们的骨头打碎，埋在这冰川之下，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口口声声说这冰川是你的圣地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我在这灵山圣地活了数百年，汲取极寒灵气修炼，我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。难道还需要向你们这两个外来者证明什么？活了数百年，真是可笑。强行催动妖气，伪装成百年道行，谁给你的理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！胡说！我就是修炼了数百年，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妖女，竟敢质疑我？我警告你，我可是这片雪域公认的圣女，掌管生杀大权，你再敢污蔑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！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让北域百姓日日活在暴雪恐惧中，动辄杀人灭口，不顾生灵涂炭的圣女，残害百姓，这般蛇蝎心肠，我看你是妖女还差不多。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撕碎你，让你知道圣女的威严，绝不容挑衅。小姐，她跑了，您快追啊！不能让这妖女跑了，她还霸占着您的碎骨呢。不急，她借我灵骨修炼，
早已与这片冰川气息相连，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。你的伤势要紧，我先带你回去疗伤，等你康复，我们再找他算账，夺回碎骨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阿满姐姐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先让她躺下歇歇，我们遇到了点变故。变故？什么变故？是谁把阿满姐姐伤成这样的？北京还有人敢对你们动手？是那雪域的圣女，那个霸占小姐碎骨的妖女。她根本不是什么圣女，就是个借着小姐灵骨修炼的雪妖。圣女？我看她是妖女中的妖女，还敢自称圣女，简直厚颜无耻！先服下丹药稳住伤势，剩下的事日后再议。阿蛮的伤势暂时顶住了，明日再服以草药调理，不出3日便能痊愈。那雪妖借我灵骨修炼10年，早已与冰川气息相连，且对北域地形了如指掌。想要彻底除掉它，夺回碎骨，并非易事。看来这雪域我们得多待一些日子了，不仅要夺回碎骨，还要让北域百姓摆脱暴雪之苦。小姐说的对，那妖女跑不了，等我伤势痊愈，我们就去冰川深处拆穿她的真面目，夺回属于您的一切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来的时候还有不少人，怎么一夜之间就这样了？确实奇怪，他们不用摆摊谋生气了吗？老板，今日这集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，连个摆摊的都看不到了？姑娘们有所不知，现在没人敢出来了。昨晚后半夜，冰川方向传来轰隆巨响，那声音震得房屋都在抖。随后就有传言说，圣女娘娘发怒了，要惩罚所有对她不敬的人。北域人谁不知道，圣女娘娘一怒，暴雪会更凶，说不定还会亲自降下惩戒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钉死，躲在家里不敢露头，生怕被暴雪卷走。我是怕客栈里的粮食不够，才冒着性命危险上街啊！既然把百姓吓得这么惨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这么怕他？老板，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因为他发怒，大家就都不敢出门了？之前虽然也怕，可也没到这般地步啊！还不是因为快到每月初1的献祭之日了。昨晚的巨响之后，有人看到冰川方向飘来无数冰刃，这就是对我们的警告。大家都说，献祭要是有半点差池，说不定整个北域都会被暴雪淹没。现在谁还敢出来啊？能躲一天是一天，只盼着献祭能顺顺利利，让圣女娘娘息怒。不好，是冰林！圣女娘娘真的发怒了，这是她降下的惩戒。几位快躲一躲，这冰凌砸到人身上，直接就能穿个窟窿，可不长眼啊！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，这点伎俩也配称圣女惩戒？这是神仙手段啊！
姑娘您竟然能挡住圣女娘娘的惩戒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说叶灵姐姐厉害吧，那妖女的这点把戏，怎么可能难倒她？这雪妖迫不及待了，看来初一的献祭，我们是非去不可了。姑娘们，快喝点姜汤暖暖身子。刚才真是多谢您出手，不然我这条老命怕是要交代在集市上了。老板，方才你说初一要给圣女献祭，这献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每月初一，家家户户都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全都送到灵山冰川脚下的献祭台，尤其是肉类，不管是猎来的狼肉、熊肉，还是自家养的牛羊，都得尽量多送，少了半分都不行。要是谁家送的肉少了，或者有半点敷衍，圣女娘娘当晚就会发怒，到时候暴雪会日夜不停，刮上个3天3夜，雪深能没到屋顶，谁也没法出门打猎觅食，只能在家等死。什么？就因为肉送少了，就要降下暴雪折磨大家？这哪里是圣女，分明是抢东西的强盗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如此鱼肉百姓强取豪夺，还敢自称圣女？没错，这妖女就是借着献祭的名义，搜刮民脂民膏，供自己修炼享乐，更不管百姓死活。北域人怎么能忍得了这种压迫？不忍又能如何？我们北域人世代居住在此，离不开这片土地，只能任由它摆布。每年都有不服气的年轻人想去冰川找他理论，可没一个能活着回来，最后都变成了冰原上的冰雕。前2年，我邻居家的小伙子家里实在没肉可送，只送了些杂粮，结果当晚暴雪就来了，他家的房子被暴雪压塌，老母亲当场没了性命，小伙子也冻成了冰人。太过分了，这妖女简直罪该万死！叶灵姐姐，我们一定要阻止她，不能再让她残害百姓了。看来这初一的献祭不仅要去，还要好好会一会这位圣女。她欠北域百姓的，欠我的一并讨回来。这些百姓也太可怜了，家里明明没东西，还要被逼着来献祭。等小姐出手，一定能让这妖女付出代价。放肆！你们竟敢如此敷衍我！不过是个得了些机缘的畜生，也敢在这为祸人间，残害无辜百姓，真当这北域是你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！我要杀了你！吃死我！小姐，别让他跑了！今日便废了你这妖力，还北域清明！这冰川竟然不能伤害你，怎么可能？废话，这破冰川本就是我家小姐碎骨幻化而成，你捡了天大的便宜，借小姐仙骨的灵气修炼成精，你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倒行逆施，鱼肉百姓，残害生灵，真是该死之极！阿蛮，无需你动手，今日我要亲自收回属于我的东西。
今日我饶你性命，但你需要坠入万丈冰川，受寒毒入体之苦。谢谢恩公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是大晋三公主。三公主殿下半月前便已回宫，如今正在宫中静养。你这来历不明之人，竟敢在此招摇撞骗！放肆！本公主随叶天师在外历练，何时回的宫？你说你是三公主，那宫里头的又是谁？当然是骗子！赶紧放我进去，我要找父皇母后。我看你才是个骗子，居然敢骗到皇帝头上来了，活腻了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再慢慢查清此事。气死我了！竟然有人敢冒充本宫，被我抓到，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！去皇宫打探消息，查清如今宫中三公主的底细，以及皇室近期的动向。小姐，离开幽州城时，我便已派人快马加鞭通知帝都，告知三公主一直跟在您身边，平安无事。怎么宫里头还会冒出个假冒的三公主？难道是消息被拦截了？不管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敢觊觎本宫的身份，算计皇室，我绝不会饶了他。母后，这燕窝炖得软糯，您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还是我的儿孝顺，这半月在宫里静养，倒是比从前懂事多了。如今你与那魏子轩的婚事作罢，也是该再给你找一门亲事了。女儿全凭父皇母后做主，不过女儿心悦护国大将军，望父皇母后成全。主人，我打探到消息了，贾三公主正在和皇帝、皇后用膳，三人亲密无间，皇后还夸她孝顺。贾三公主还提出自己要嫁给护国将军。放屁！那护国将军都50多岁了，本公主怎么可能嫁给一个老头子？这贾三公主绝非普通人，背后定有邪祟作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入宫，查清她的真实身份。现在宫里上上下下都以为那个假货是我，连父皇母后都被蒙在鼓里，还有谁会相信我这个冒牌货？现在这个假货居然还想嫁给一个糟老头，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小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贾公主替三公主嫁人，还在宫里兴风作浪吧？不急，我自有办法，能顺利进入大晋皇宫。小姐，你说的入宫办法是什么？北域常年与大晋关系友好，以北域使者之名求见，皇帝皇后必然会召见。我也要去，我要亲自去大殿上拆穿那个冒牌货，撕烂他的脸。你不能去，你性子太过冲动，一旦见到贾公主，必然当场发作。如今宫中上下都认他，你贸然出现，只会被当成刺客拿下，反而坏了大事。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待在客栈里，眼睁睁看着那个假货顶着我的身份，还想嫁护国将军那个糟老头子。放心，我和小姐定会打探清楚情况，绝不会让贾公主得逞。乖乖在此等候，我们一有消息就回来找你。好吧，那你们一定要小心，要是那假货敢耍花招，你们替我好好教训他。北域使者特来面见陛下、皇后。
陛下、皇后有请2位使者，随我来。北域使者参见陛下、皇后。参见陛下、皇后。2位使者舟车劳顿，不必客气。稍后我让三公主带你们在帝都好好转转，看看需要什么。离开时让你们带回北域。听闻三公主此前在幽州城遭遇邪祟袭击，身受重伤，不知如今伤势是否痊愈？多谢使者关心，本宫回宫后便悉心调养，如今伤势早已痊愈。使者远在北域，怎会知晓幽州城的事？北域虽远，但天下事皆有耳闻。听闻那邪祟手段诡异，三公主能平安脱险，实属万幸。只是好奇，当时袭击公主的邪祟究竟是何模样？使者有心了，此事已然过去，公主平安便好。想必使者一路劳顿，不如先到偏殿歇息。本宫与陛下已备好宴席。父皇母后身体不适，便由本宫代为招待2位使者。这些是宫中上好的菜品，还请2位尽兴。多谢公主厚爱，北域粗鄙之地，倒是少见这般精致的菜肴。废物，连个汤碗都端不稳！来人啊，把这个没用的东西拖出去，斩了！公主饶命，奴才不是故意的，求公主开恩啊！本公主的宴席也敢搅乱，留你何用？听闻三公主自幼便以善良端庄闻名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今日一见，倒是颠覆了传闻。这般草菅人命、残暴不仁，倒不像传闻中的三公主。公主殿下，不过是失手打翻菜肴，何至于要取人性命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北域来的使者，也敢对本公主妄加评论？松开你的脏手，否则别怪本公主对你不客气。公主殿下息怒，只是这般轻易取人性命，恐有损皇家颜面。更何况这太监失手，未必是无意之举。哼，分明是这废物无能，还敢找借口。叶使者，你未免管得太宽了。今日之事，若不是看在你平定北域的功劳上，你早已是死罪。公主殿下说笑了，我只是不愿见无辜之人枉死。况且，毕竟这桌菜肴，怕是也并非为招待我们而备吧。叶使者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这些都是宫中精心准备的菜品，何来不妥？你这般污蔑，莫非是对大京心怀不满？公主是否心怀鬼胎，自己心里清楚。这菜肴中的毒物虽隐藏的巧妙，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大胆妖孽，竟敢用毒物加害我家小姐！今日便让你现出原形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叶灵二人意图谋害本宫，速速将他们拿下！
既然被你识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冒充三公主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废了你这妖力！别打了，我说。如实招来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后果自负。我本是护国将军府中的一名侍女，将军他想要谋权篡位，可他只是个武将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就算掌控兵权也难以服众。他得知三公主外出历练，便心生一计，让我服用了特制的易容丹，冒充三公主回宫。只要我顶替三公主嫁给将军，她就能以皇家女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掌控朝政。待时机成熟，便推翻陛下，自立为帝。好一个阴险狡诈的糟老头子！为了皇位，竟然想出这般龌龊的计策，还敢利用公主的身份。将军手握重兵，朝中不少官员都依附于他。宫中也有他的眼线，我也是被迫的。若是不从，他便要杀了我的家人。小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立刻禀报陛下，揭发护国将军的阴谋？如今陛下未必会信我们的一面之词，况且护国将军手握兵权，贸然揭发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他提前动手。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。你听着，从现在起继续扮演你的三公主，今晚便派人去将军府，用三公主的身份邀请护国将军明日进宫相谈，就说关于婚事有重要事宜与他商议。我若是照做，你们能放过我和我的家人吗？只要你乖乖配合，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会保你家人平安。但你若是敢耍花招，或者泄露半分消息，我会让你和护国将军一同万劫不复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照做。我现在就派人去给将军送信。参见父皇母后。夜深了，你不在寝宫休息，来养心殿何事？父皇母后，女儿今日思虑再三，心意已决，女儿愿意嫁给护国将军，还望父皇母后成全。你说什么？护国将军今年已有53岁，比你年长30有余，都能当你的父亲了。我的儿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那魏子璇虽是个不成器的怂包，可也性情温和。可这护国将军手段何等狠厉，他常年征战，心思深沉，杀伐果断，绝非良配。你嫁过去不会幸福的。父皇母后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，女儿就喜欢护国将军这种顶天立地、有英雄气概的男人。那些文弱书生、纨绔子弟，女儿一个都看不上。胡闹！婚姻大事岂能如此儿戏？护国将军手握重兵，性情乖戾，不是良人。父皇母后，女儿是真心爱慕护国将军，并非一时冲动。若不能嫁给他，女儿此生宁愿不嫁，求父皇母后成全女儿的心意。陛下，你看女儿这般模样，怕是真的动了心。只是护国将军确实太过年长，手段也狠，女儿嫁过去。父皇，女儿知道您是为了女儿好，
可女儿心意已决。护国将军是大晋的功臣，是万民敬仰的英雄，能嫁给这样的人是女儿的福气。求父皇母后不要再阻拦女儿了。女儿绝不后悔。若父皇母后不答应，女儿便长跪不起。罢了罢了，你这般执拗，朕再阻拦，倒显得不近人情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朕便准了这门婚事，明日便下旨赐婚。谢父皇成全，女儿定不负父皇母后的期许。父皇母后夜深劳苦，女儿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退。陛下，您怎么真的答应了？那护国将军是什么人，您难道不清楚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咱们女儿这不是跳进火坑了吗？你以为朕真想应允？这孩子今日的表现实在太过蹊跷。往日让她嫁给将门之后，她都是避之不及，嫌弃将门粗鲁。如今突然性情大变，非护国将军不嫁，这转变太过犯常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这里面有猫腻，那咱们岂不是平白无故看着女儿跳入火坑？父皇母后已经同意这门婚事了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可是护国将军私下修炼邪门妖法，身上煞气极重，寻常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，恐怕很难对付。哼，邪门妖法又如何？不过是旁门左道，你就等着看吧。我们小姐早晚把他打回原形。那护国将军手段狠厉，若是知道我背叛了他，我的家人会不会有事？放心吧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后续不作恶，等解决了护国将军，自然会放你回去和家人团聚。你若真心悔改，助我们揭穿护国将军的阴谋，我便保你家人平安无忧。我一定全力配合，绝不敢有半分隐瞒和背叛，只求能与家人团聚。起来吧，后续之事还需你谨慎行事，切勿露出破绽。明日护国将军入宫，你只需按平日模样行事，其余交给我们便可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小心谨慎，绝不让护国将军起疑。臣参见陛下皇后，多谢陛下成全，将三公主许配给臣，往后臣定不负圣恩。女儿参见父皇母后。君臣之礼不可废，你这般模样，成何体统？陛下既然已经下了赐婚圣旨，那日后臣就是皇家女婿，这皇宫臣自然也算得上半个主人，些许礼节何必较真？护国将军此言差矣，皇宫乃天子居所，陛下才是唯一的主人，将军切勿胡言。皇后娘娘这话是觉得臣不配吗？如今圣旨已下，木已成舟，陛下难道想收回成命？不妨告诉陛下，臣的10万大军此刻已在宫外集结，将皇宫团团围住。陛下若臣现在就让你和这满殿之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三公主性情突变，主动求嫁，全是你的阴谋！陛下总算不笨，如今大晋兵权尽在臣手中，这皇位臣也该做做了。陛下，现在就写一道禅位圣旨，就说你无德无能，自愿传位给你的女婿，让臣成为新皇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这护国将军狼子野心，若让他登基，大晋江山就完了。你好大的狗胆！朕乃是大晋天子，岂能禅位给你这乱臣贼子？陛下，别逼臣动手，信不信臣现在就下令踏平这皇宫，让你尸骨无存！
你敢？你是谁？竟敢擅闯皇宫，干预本将军的大事！镇幽司叶灵，专司缉拿天下妖邪，平定叛乱，护佑大境安宁。护国将军，你勾结妖邪，冒充公主，屯兵谋反，可知罪。镇幽司，你是镇幽司的人？镇幽司早已名存实亡，叶枫不是死了吗？大胆逆贼！镇幽司岂容你妄议？我家小姐奉天命重振镇幽司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修炼邪门妖法，残害忠良，谋权篡位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乱臣贼子，镇幽司又如何？我手握重兵，岂会怕你？你竟然比当年的叶枫还有本事！你与我爹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你们这些人都被叶枫那伪君子骗了。世人称颂他是心系天下的大英雄，可谁知道他暗地里早就修炼妖法，为祸人间。他双手沾满的血腥，又比我好到哪儿去？亏你们还一直把他当正人君子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胡说！我爹一生光明磊落，护佑大境百姓，绝不可能修炼妖法。等你知道所有真相，就会明白你爹是何等虚伪狠毒。不好，小姐，她死了。若不是你及时出手，朕与皇后大境江山，恐怕都已落入这乱臣贼子之手。你真是大境的救命恩人呐！我们不仅会失去江山，恐怕还会被这奸人所害。陛下，皇后不必多礼，护佑大境安宁，本就是镇幽司的职责。不知陛下、皇后对当年我父亲镇妖一事可有印象？叶枫大人，朕自然记得，当年百妖作祟，生灵涂炭，是叶枫大人率领镇幽司众将士挺身而出，与万妖大战。那场战役惨烈至极，最后传来消息，叶枫大人与妖王同归于尽，尸骨无存，连遗骸都未曾寻回。叶枫大人是大境的传奇英雄，当年他以身殉道的事迹传遍天下，百姓无不感念其恩。只是关于那场大战的细节，却始终语尽不详，镇幽司也随之衰落，没人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为何叶枫大人会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。也就是说，当年我父亲的死真相不明，除了以身殉道的传闻，再无其他佐证。确实如此。不管当年之事如何，你今日救了大境，陛下定会重赏于你。本宫马上派人去宫外迎我们真正的公主回宫。多谢陛下、皇后厚爱，赏赐与官职，叶灵心领了。我此次前来帝都，本就是为了寻回失落的东西。四体归位，心脉领去。当年的真相究竟如何？我也该去寻。小姐，等等我。